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拿着一份肺部电脑断层的报告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？别担心，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把这份看起来很吓人的报告，变成一张你看得懂，而且能照着走的个人健康地图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让你从焦虑中走出来，真正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。没错，就是这些字眼：阳性结果、异常结节。哇，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脑袋会嗡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？坦白说，这些专业术语真的很容易让人自己吓自己。但先等一下，先别急着恐慌。来，我们先一起深呼吸一下哦。真的，你要知道哦，现在的低剂量电脑断层，也就是 LDCT，它其实是一个超级灵敏的侦测器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它厉害到连很多根本不会威胁到你生命的小东西、良性的小结节，它通通都会找出来。所以咯，收到这样的报告，真的不等于被判了什么刑。你应该把它想成是一个反应特别快的健康警报器，它的任务就是提早告诉你，哎，这里有个东西，我们来注意一下哦。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所以这就带我们来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。你看，真正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根本不是那个结节本身，而是我们因为看不懂报告上那些火星文，而产生的那种未知的恐惧。没错，就是这种因为看不懂而产生的知识落差，常常会把人推向两个极端。一种呢，就是过度焦虑，开始胡思乱想，甚至可能去做一些根本不必要的检查或治疗。那另一种极端呢，就是害怕到不敢去面对，干脆当作没看到，不去追踪，结果反而可能错过了最重要的黄金治疗期。这两种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对吧？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就是学会看懂这份健康地图。现在医学界为了让报告更标准化、更容易懂，就发明了一套系统，叫做 Lung-RADS。你也就可以把这个 Lung-RADS 想成是你的个人健康导航系统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导航要怎么用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这张行动计划图，其实它非常清楚。首先，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被分在分类3，报告上会写可能为良性，听起来好像有点不确定，但你知道吗？它恶性的几率其实超级低，大概只有1%到2%。所以呢，医生的建议通常很简单，6个月后再来照一次看看就好。你看，完全不用紧张。好，再来，如果进到分类4A，也就是可疑的等级，这时候恶性几率稍微高一点点，大概是5%到15%。那行动计划当然也要跟着升级咯。医生可能会建议你3个月后就追踪，或是安排一个叫正子摄影的进阶检查来确认一下。那万一试到了4B 或4X，也就是高度可疑呢？这时候恶性几率就超过15%了，那当然就要马上立刻去找专科医生好好讨论，看看下一步要做什么检查或治疗。所以你看，每一个分类都有它对应的非常清楚的步骤，绝对不是一拿到报告就直接跳到最坏的结果。除了数字分类，你可能还会在报告上看到一个神秘的字母 S。这个 S 是什么意思？跟你说，这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健康检查的彩蛋哦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彩蛋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健康红利。这个 S 代表 significant， 也就是有临床意义。意思是说，电脑断层在扫描你的肺的时候，顺便在旁边看到了其他可能要注意的问题，但这些问题跟肺癌无关。举个例子，最常见的就是看到心脏血管有冠状动脉钙化的现象，这就像是机器多送你一个贴心提醒，告诉你，你的肺没事，但或许可以去心脏科挂个号，关心一下心血管哦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刚刚讲到那个健康红利，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，主动管理健康真的很重要。那说到肺癌筛检，这种主动的精神就更关键了，特别是对某些人来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谁才是肺癌的高风险族群，需要特别提高警觉呢？毕竟我们都知道，早期的肺癌常常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。好，一般来说，指引上会点名几种人。第一种就是重度吸烟者，
这里有个计算方式叫做包年，如果达到20包年，风险就很高。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比方说你每天抽1包烟，连续抽了20年，这样就是20包年。或是你每天抽2包，抽10年，也是20包年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有家族史，特别是你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这些直系血亲有人得过肺癌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管你是不是高风险族群，只要身体出现警讯，像是咳嗽咳了很久都没好，咳出血来，或是体重莫名其妙一直掉，拜托不要再等咯，一定要马上看医生。不过讲到台湾，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了。你看这张图，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，在台湾有整整一半的肺癌患者是不抽烟的。这跟欧美国家的情况差很多，所以就算你不抽烟，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很多研究都把矛头指向我们很熟悉的空气污染，特别是那个无所不在的 PM2.5。既然我们生活的环境风险就是比较高，那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武器来帮助我们呢？当然有，这就要来聊聊现在最夯的科技了 ，AI 人工智慧是怎么来帮忙做诊断的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以前医生看片子，就像是用肉眼在量一个很小的东西，再厉害的医生看了一整天片子下来，眼睛也会累，难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很多医院都导入了 AI 辅助判读的软体，这个 AI 就像是一个超级精准的数位卡尺，它可以非常客观精准的去测量那些微小的结节，完全不会累，也不会有误差。这样一来，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Long-Reads 分级就会变得更准确、更可靠，等于是为我们的健康多加了一道高科技的保险。好啦，聊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其实最想传达的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。我们要从被动的害怕变成主动的去管理自己的健康。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你手上的那份报告，它绝对不是什么判决书，它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一张专属于你的个人的健康导航地图。现在你已经知道怎么看这张地图了，你知道上面的符号分类代表什么意思，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。所以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既然现在你已经懂了这些科学的分类方法，也知道了有先进的科技可以帮忙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把那份未知的恐惧转变成保护自己的力量，真正拿回自己健康的掌控权了吗？